各位，前两天我们说的是孙中山的那个野孙子啊，野外孙儿啊，就是那个丁宇，是吧？那个彻底的跟国民党啊要对着干了。今天传来的消息是，丁宇说了，叫板郑丽文，说你要敢开除我，我就变绿蛙啊！7月25号国民党全代会上，106名党代表联合提出了临时提案，要求将前青年部的副主任丁宇移交考纪会，启动开除党籍的程序。这场声势浩大的开闸的呼声，并非是临时的情绪爆发，而是丁宇长期的言行越界，关键时刻拆全党大局啊！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风波背后呢，作为丁宇的提拔者与靠山，前党主席朱立伦的缺席、沉默与过往用人的思路，也被推到了舆论啊与这个党内审视的中心，暴露出国民党深层路线的分歧与派系的博弈的难题呀。丁宇招致全党的声讨啊，濒临开除的核心原因是根本不在于理念分歧，而是在于受国民党的后代，反而却反向拆台，大局当前，执意内斗，主动靠拢绿营的舆论场，三重的严重的失当行为，触犯了国民党的这个逆鳞了，应该是。所以说，上百位党代表要求开除他。关键时刻呢，公然唱反调，破坏全党的统一的抗争布局。本次呢，风波的导火索是725凯道反毒油的这个大游行。面对民进党当局的毒油丑闻的泛滥，全台湾的民怨沸腾，国民党放下派系的隔阂，实现空前的团结，组织大规模的街头抗议。蓝营青年议员呢，更是以绝食的方式为民发声，为国民党争取民意，打击执政对手，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而这个孙中山的野孙呢，却做出了完全相悖的举动。他赶赴绝食现场后，非但没有声援，反而公开喊话民众不要参与凯道的集会，将全党统一行动定性为刻意撕裂社会的政治操作，甚至模糊表态赖清德当局并非不堪。这番言论等于在国民党发起反击的关口当众砸掉本阵营的舆论招牌，让基层的民众与支持者都极度的愤慨。丁宇今天来到凯道，就是希望号召台湾热爱和平和谐的朋友们，不要参加明天725的我是人我反独台活动。这就是一场透过政治包装的政治工具、政治行动。所以，如果你们心中真的有对台湾的热爱的话呢，可以好好的去大稻埕看烟火，展现更多对台湾的贡献，而不是来这边跟着蒋万安、吴秀燕、郑丽文闹事。那今天其实也有很多国民党的青年军在这边绝食很多天了，所以也特别准备多喝水，也希望他们可以用对方式来爱台湾，而不是用这样子造成自己身体会有受损的方式来让更多的人同情他们。的确，他们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也希望他们可以变得更好。所以等一下也会来跟他们做更多的理念的交流跟沟通，也希望他们可以回心转意。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夏天到了，大家很喜欢喝绿豆汤，绿色的绿豆汤，蓝色的蓝莓汁，白色的白米饭，颜色可以去区分不同的食物、不同的餐饮。闭嘴啦！不要再闹了。各式各样的食安问题，绝对没有食物还有颜色之分。食安是没有分蓝绿，台湾人民渴望所有的政党朋友们，你到底在讲什么乱七八糟的啦？可以一起来让台湾更和谐，变得更好。希望更多的好朋友们可以用更理性的方式来一起让台湾变得更好。你一点讲话都不理性，我们真的都不懂你在讲什么。更多的人可以语无伦次，不知道要吵什么啊。和谐可以发扬光大。好，在这帮我。那前天也讲过，
你所吃道下去的貌岸食物呢然的？衣冠禽兽就是这种其实好，样子啊。我稍等一下好了，我们把它 OK， 对，不好意思。对不对？你在讲什么？人家绝食关你屁事啊！请加油。人家绝食关你屁事，你要绝食吗？我们可以用更理性的方式。你不要在那跟我假君子了啦，好不好？我觉得你真的他妈的恶心，恶心到极点了。拿着国民党的招牌，然后在那到处那讲现在让那乱七蒋中正、八糟的东西蒋。经国复合，看他是挺我还是挺这些人嘛？还是挺你嘛？你们这些假国民党，我已经受够你们了。我讲真的，你才假国民党就是因为你们这样子，你有够烂的啦！刚刚2点的时候，才你来你怎么不来啊？谢谢，你好烂啊！谢谢你的指教，烂死了！等一下一起来交流。那你来交流，你叫警察过来啊！来啊，来交流啊！对不对？那么怕我干什么嘞？你有什么好怕的吗？不会惧怕任何逆风，好不好？你很害怕了。你那个部分区立委都候补不上了，真的是啊，是候补没错啊，所以看不下去变先发的一不赢啊。一天到晚拿着上不了部分区立委的招牌在那腐烂。哎，就是到2028年了，那你叫郑丽文把它拔掉嘛？叫郑丽文把它拔掉嘛？刚刚郑丽文来的时候，你你叫郑怎么不加丽文拔呢？在这里叫他拔掉。拔啊！你本来就该拔嘛，你有够我烂的。总从军党中央到开除党籍。其实你拔不拔掉午餐，你又排不上，你又轮不上，你又选不上啊！你又选不上，你也不敢选啊！你这个废物嘛！不想跟这个假主席握手喊动算而已。哎，他一直在用群主搞我了，自己去看一看啦。谁搞你呀不上台面而已了，你自己蠢了，啊！蠢也没有你蠢，好不好？我觉得你真的有够蠢的啦！人家绝食，你在那打扰人家干什么啦？啊！带水来分享嘛，好不好？带水来分享，你水你自己喝啦。谁知道你是带什么水啊？那你来开嘛，对不对？不要用永远用造谣的方式，好不好？你来开嘛，来，你来开一下嘛，好不好？对，你有够差劲的啦！你来开一下嘛，你好差劲啊！你把它滚一滚，我们走了啦！滚，低语滚啊！不要来闹事啊！人家绝食，你不要来吵啦！这样叫做你要找主席的话，礼拜3去中常会找主席。我很常去啊，他用骏马挡我啊，对啊，你挡得住吗？我都能骂主席了，你不敢？我骂主席去吃屎哎，你敢吗？我看你不敢呐，你只会拿着国民党的招牌去闹而已啊！你那部分区又轮不上，倒数几名的轮不上，有够烂的！来，我们交流，我们交流一下，快滚啊！滚蛋啊！你滚蛋啊！加一下，你要加烂，你还叫你拿把我围着干嘛？我没有来闹事，是你来闹他们。我不要跟你加赖，先当面沟通啊！你到底在讲什么？人家要办临时活动，关你什么事？天山要呢？要跟和谐，这哪是政治斗争啊？那你不表达意见，你告诉我，你就回答我，这样可以解决食安吗？你要解决食安，你进去啊！这样可以解决食安，你告诉我。你这样也没办法解决食安，人民出来抗议一下会死啊！我看你是赖清德的帮凶嘛，你根本就是赖清德养的狗嘛，你民进党养的狗嘛，拿着国民党的招牌干什么嘞？对不对？那你要把它再更远一点。不会啊，我对你没有暴力行为啊，蛮好远的。你的声音会影响到我受访。你受访什么了？你每次受访都讲一堆废话，加一个 line，对不对？都讲一些没意义的话。民众本来就有游行的权利，你在那反对游行干什么？告诉全台湾超过一半的民众说的是民意的话，你告诉他们。你明天来就知道有没有意义我了。明天一样会来这边。好，你明天会来，记得找我。先那个，你要加还是不要加嘛？在这边等。快滚呐，丁宇，快滚！不用走的，不用滚的了，好不好？还要看党中央的决定啊哈。不过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党中央能够针对这样的事情尽快明确的来处理哈。那国民党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团结，我们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哈，这样才能够2028才有执政的这个机会。所以委员，你也是支持，是说要对他们做出惩处？当然，我觉得哈，我们党的这个政策哈，跟党的方向是永远不会变的哈。那我们当然不容许说我们的同志来互相的伤害了哈。为了自己的声量，我想这是非常要不得的，因为我之前都讲过这样的问题。那当然
希望这种事情不能够变成习惯。如果变成习惯的话，对我们国民党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害。那也不能让这种投机分子在国民党利用国民党的这个包袱来吸国民党的血让他自己在成长。我觉得这是非常要不得的事情。丁宇听到假国民党要开除我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假国民党终于敢出来正面跟真正的国民党迎战。那刚刚有听到这位我第一次看他名字的邱正军委员，台湾做出任何的贡献，他说我在吸国民党的血，我郑重警告你，跟你们这群假国民党，你们才在利用国民党骗取选票，骗取你们自己的利益。我严正的警告这些假国民党，我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改善，来加入丁宇跟所有的真正国民党。那我刚刚看到全代会有106个人，他提名联署我跟萧敬言。那大家都读过《孙水浒传》，108条好汉，所以106加我跟萧敬言108位，看你们是要跟着贾主席、郑丽文、贾万安、张万安来跟着你们要去凯道闹事这些种种暴徒的行径。我相信全台湾、全世界热爱民主自由的好朋友们都看得一清二楚。那另外，也希望更多，不管你是蓝的，还是绿的，还是白的，甚至你曾经是红的背景的好朋友们，我们从全世界各地一起来响应，推翻在台湾的假国民党。所以我接下来也会酝酿发起一个巨头蒋万安、巨头卢秀燕推翻假国民党的这样子的一个崇高的使命跟任务，让今年所有想要来好好教育这些国民党的朋友们站出来，在11月28号星期六，来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人性尊严，而不是聚众闹事，去跟赖清德呛瞎说，逼他吃毒油，逼他走上街头。那最后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个蒋万安其实是放羊的孩子。那今天他号召这些群众，其实他们来真的不是要讲食安，他们只是因为蒋万安有这样子的一个魅力跟这样的一个号召力。但是当蒋万安讲这样子的事情太多次的时候，我相信真正有眼睛的民众，包括国民党的正统也会看不下去。试想一下，去年这个时候，其实很多国民党是在这边反对这个罢免的，对不对？那时候的确是有好几万人。那我相信今天绝对不会有去年这样子的一个人数。那我在这边也要跟一些罢团郑重的道歉。我到现在我还是反对全面大罢免，但是我支持罢免1半以上的这些假国民党立委，因为这些人讲真的，其实太多，你们一样没有站出来。无论如何，我们要恭喜丁宇成为李正皓的学弟。没有了国民党的包袱，更自由了，对不对？这个孙中山的爷孙啊，是朱立伦主政时期重点栽培的青年骨干，手握多重党内资源，领取国民党中山奖学金，出任党中央青年部的副主任，被纳入了不分区民意代表的提名名单，是国民党耗费资源重点扶持的新生代的力量。可是呢，郑丽文接任党主席以后呢，丁宇多次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公开抗议，频频登上绿蛙的媒体，持续抨击现任的党中央的决策，刻意标榜自己为正蓝正统，将那个郑丽文、蒋万安、卢秀燕乃至老上司朱立伦全部扣上假国民党的帽子，以否定全党领导层的方式博取媒体的曝光度，拿国民党的资源砸国民党的招牌，成为党内众人指责其投机的一个关键的依据。面对开除党籍的联署的提案，丁宇毫无悔过之意，反而态度强硬，直言自己早有预料，甚至公开期待被开除党籍啊。然后呢，他说你郑丽文敢开除我就变绿蛙，那压力全到了这个郑丽文的身上了。国民党呢，真是百年大酱缸啊，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如果郑丽文连开除这个孙中山的野孙子都不敢的话，那也就赶快下台得了，对吧？点个订阅吧，咱们下期再聊。